那白羊座在感情当中吃的永远都是自己的亏哦，因为对于白羊来说，喜欢和爱是不存在克制这样说法的，所以呢，他们经常是离开之后才发现啊，原来我在感情当中吃了这么多的亏。有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们的白羊像一个舍命的赌徒一样哦，总是不怕输，而且也是愿赌服输。就是我们白羊好像在感情当中根本就做不到吃一堑长一智，没有办法哦。就是我们白羊是勇敢又热烈的，总是会因为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而被伤害到。这就是白羊在感情当中啊横冲直撞，虽然可能会遍体鳞伤，但是也毫不畏惧。那么在这段感情当中啊，我们能看到，其实白羊已经失去了你们的主动权，因为宝剑皇后嘛，白羊其实对这个感情是非常不满意的，仍然还是很想要，但是呢又觉得对方做的不够。那对方呢可能会觉得我们的白羊脾气不是特别的好，甚至会觉得白羊的控制欲太强，而且我们白羊有的时候这个脾气发完之后就会后悔啊，尤其是白羊可能也知道发完脾气了是不对的。那这份感情当中呢，白羊还是很愿意去对这个人好的，也愿意去付出，而且呢，我觉得白羊在有的时候是很细腻的，在感情当中一直会有一些甜甜的计划啊。那这份感情现在主要就是双方都在一个纠结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存在了一些障碍需要你们去共同克服，所以两个人啊仍然是有机会的，只不过呢要克服这种现实层面的压力，还有一些心理障碍什么的，是需要一定的努力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白羊这边的情况啊，出现的第一张牌是一个圣杯10，那说明其实我们白羊真的是满心的想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很想得到这个人家人的认可，包括身边朋友的认可。那其实白羊呢是有一种大爱啊，想要去跟这个人真正的走到一起，甚至是结婚。所以你们的确是在选择自己的另一半，在选自己的结婚伴侣。那么下面这张节制牌呢，能看到白羊就是会觉得对方好像一直是在克制着自己。其实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对方对你的爱啊，但是呢，这个爱就是很压抑。比如说，可能明明白羊能感受到对方是喜欢自己的，但是呢就很隐忍，然后呢他又会转移注意力但是我们白羊呢就会因为这么一点点的这个对方的表示，然后就一直想要去追，想要更多，就好像吃过了糖还一直想吃一样哦。所以其实白羊在看对方的时候啊，会觉得对方是爱过自己的，但是呢又觉得不完全是爱，所以呢白羊就想要那个成为对方最爱的感觉，才会一直追。毕竟我们白羊啊都是很喜欢这种追逐和挑战的感觉。那么对方这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首先是又是一个圣杯牌啊，圣杯8。其实对方对白羊应该是蛮失望的，他最初很想跟我们的白羊长长久久的在一起，也幻想过两个人能够结婚生子成立家庭，但是呢他对于我们白羊的脾气也好，性格也好啊，还是不确定，觉得会有一种风一阵雨一阵的感觉啊。有的时候他真的也是特别的生气和失望，会觉得我们的白羊有点玩心太重了。但其实呢，白羊就是表面上可能看起来一直在玩，但是真的有在走心哦。而且呢，我觉得对方也会觉得我们的白羊一直就是没有长大，一直玩，但是又不负责任所以他这边又出现了一个宝剑3哦，会觉得和我们的白羊相处呢，可能只是快乐一阵子，因为我们的白羊并不是一个过日子的状态。其实宝剑3啊，也是说明对方他是很难过的，内心有伤痛，甚至还是在乎我们的白羊，但是可能就是这种性格哦，没有办法让他真正的去欣赏。所以其实不是我们的白羊错啊，错的就是可能脾气不好，但是呢，白羊这颗真心，对方他是可以感受得到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双方对待这段感情之后的更多的一些内心想法哦。首先白羊这边呢出现的是一个逆位的权杖2，我觉得白羊就有点像那个做错事的小孩会显得玩世不恭或者没有那么认真。那这份感情呢，我觉得白羊会有一些特别的隐藏，就是让自己显得没有那么样的喜欢对方，可能一天到晚就是展现那种没心没肺满不在乎的样子。那对方呢，他可能就会一直的纠结，内心也在打架，会觉得其实白羊也是优点蛮多的但确确实实这个感情会有一些来自家庭方面的阻碍，这是不可忽视的。那么中间呢，这个隐士牌白羊我觉得会有一种很难以描述的这种落寞的感觉，觉得自己是被挑剔了，不被认可，甚至也觉得自己是没有得到这种完完全全的爱，所以呢也会有一种想要假意离开的状态。当然不是真的要离开其实呢我觉得白羊是想要一个满满的爱。当然我觉得白羊也是为此在先付出所以其实我觉得跟
白羊谈过恋爱的人都会知道啊，跟白羊谈恋爱是很甜很美好的，因为他们真的能给你带来这种很甜的恋爱的感受。那这边还有一个圣杯侍从啊，有的时候可能白羊都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那我到底要怎么做呢？要不就算了吧。所以这个时候啊，可能比如说我们白羊的一些前任啊，或者其他人给我们白羊介绍的对象，就是我们白羊会迎来一波新的桃花，也是代表可能白羊都一直是一个被动选择的状态啊。如果说白羊发现对方还是爱着自己的，或者说找到任何的蛛丝马迹，白羊都会有信心。但是现在呢，确实是有一点自卑或者没有信心的状态了。那这张牌来看呢，我觉得白羊也是很难去低头的，很难放下自己的自尊和面子。如果说对方想要向左走，我们白羊只能向右走，绝对不会跟着对方向左的。那其实就是不大拐得了弯嘛。那么对方这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首先这个权杖9啊，我觉得对方他很容易去操白羊的心，很多时候会觉得自己有被白羊拖累到，但是一边拖累一边又有这种幸福的感觉，所以他还蛮情绪化的。有的时候呢，可能对我们的白羊的脾气也不是很好，甚至呢会对白羊有诸多的这种挑剔和不满，但同时他又很享受这种被白羊依赖和需要的感觉。因为我们皇后牌在这边啊，我看到他还是蛮有责任心的一个人，他也没有办法去让自己不为白羊负责，所以很多时候他自己也很苦恼，就觉得这样一来没名没分也没有未来，那我真的还不如去让这个白羊走啊。那再加上我们白羊呢，可能自己心里也不是很坚定，不够自信，一直也是看着对方的态度在做事情，所以呢对方就会觉得白羊很犹豫，两个人之间是有这种误会的。那对方看白羊更多的就是觉得白羊好像不认真，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啊。那么最后这边呢有一个权杖5啊，觉得两个人最大的阻碍就是不再联系了，甚至说可能未来两个人是已经就是冷战或者互相逃避，那这种倔强的性格真的是也是走到一起变成了一种阻碍。明明都是互相喜欢也很相爱，但是只能用冷战来结束这样的状态，没有办法去沟通。因为对于你们来讲，好像沟通就一直是在翻旧账啊，就一直是频繁的吵架和生气。所以这份感情当中啊，我们白羊也真的是吃了亏。你们虽然很爱这个人，所以呢就会即使是吃了亏啊，白羊都会觉得好像跟这个人在一起是很快乐的。那么最后这个短期的结局牌啊，出现的是一个权杖6，两个人其实还是有可能的。如果说比如说认真去工作啊，突破自己，我觉得仍然会有在一起的这种状态。现在的这个感情当然就是卡在这里了。所以如果说能够突破现实的压力和这种对金钱的执着，你会发现两个人才能够去突破现状，不然的话就真的一直是冷战，或者说可能有一个人会有一些喜事发生，有一些新的合作啊等等啊，方方面面的进展就可以对冲一下啊，两个人就能够破冰，甚至能够冰释前嫌。那就看看你们未来有没有合作的机会了，包括你们的家庭啊背景方方面面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契机。那如果缺少动力缺少稳定的话，这张牌可能也就是代表两个人最近可能就是会故意的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然后麻痹自己，不去再去关注对方的近况啊。所以我觉得近期来讲的话，如果冷静一段时间哦，可能对你们两个人都还比较好。